在北約體系的空軍裡，有一條不用明說的鐵律：只要你買美系戰機，想打贏超視距空戰，乖乖排隊去買美國的 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就對了。全世界幾十個國家都在搶美軍的這套標準配備，但偏偏有一個國家死不買賬。法國人硬是砸下天文數字的研發經費，搞出了自己獨門的一套武器——雲母系列。現在甚至進化到了最新的雲母 NG。很多人笑法國人，說這不過是高傲的法蘭西情節在作祟，非要跟美軍唱反調。法國人堅持另起爐灶，是為了在未來高壓空戰的絞肉機裡尋找一條跟美俄兩國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則。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款北約標準下的逆行者——法國雲母 NG 飛彈，看看它到底憑什麼敢單挑美俄兩大空戰體系。要搞懂法國人為什麼非要自己造飛彈，我們得先看透國際軍火市場裡的一套潛規則。很多国家花了幾百億美金，歡天喜地的把美制戰機和 AIM-120買回家，以為自己瞬間成了空防霸主。但在戰術底層買回來的其實是一副隨時能勒死自己的项圈。這副项圈叫做 ITAR， 也就是美國的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在美國的兵推邏輯裡，武器賣給你不僅要賺你的錢，還要牢牢捏住你的防空命脈。你以為你花大錢買的是頂規裝備，只要華盛頓不高興，你拿到的永遠是被鎖死軟體功能的閹割版。你的資料鏈能不能跟其他軍種連線，飛彈能不能發揮最大射程，全看美國的臉色。更致命的是戰時斷供，一旦你打了一場美國不批准的局部戰爭，五角大廈直接切斷飛彈的零件補給和射擊授權。不用1個月，你花大錢建立的戰機機隊就會全部癱瘓，在跑道上當展示品。這時候，法國達索、泰勒斯和歐洲導彈集團聯手打造的這套防務自主閉環，真正的戰略價值就徹底浮現出來了。法國人賣武器主打的就是一張免死金牌。從飆風戰機的飛行平台，到機鼻裡的 RB-12 主動相位陣列雷達，再到機翼下掛載的 MSA NG 飛彈，這一整套作戰生態鏈100%是法國歐洲本土的智慧財產權，裡面沒有一顆螺絲釘，沒有一行程式碼需要看美國人的臉色。這就意味着，不管買家今天是要打誰，只要錢付清了，法國人絕對不會在你的飛彈軟體裡留後門，更不會在開戰時突然斷你的零件。這套不受制於人的絕對自主權，就是法國人能在國際高端軍火市場上硬生生從美國人手裡搶下大單的唯一入場券。但商業算盤打得再精，飛彈終究是要掛在飛機上去殺人的。如果飛彈的硬體性能不夠悍，就算包裝的再好，前線的戰機飛行員也絕對不會拿自己的命去買單。那麼，當這款法國獨門的空戰殺器在天上真正撞見美國的 AIM-120 和俄羅斯的 R77時，到底會爆發怎樣硬派的性能對決？這三大流派在空氣動力學和工業制造底蘊上又藏着什麼完全不同的設計哲學？當脫離了商業採購的政治算計，飛彈終究是要掛在戰機上去定生死的。如果把目前國際軍火市場上的三大主流空對空飛彈攤在桌面上，進行一次深入的對比，你會發現美軍的 AIM-120、俄軍的 R77以及法國的雲母 NG， 完全代表了三種截然不同的工業邏輯。我們先看第一大派系，美國 AIM-120 體系。美軍的空戰哲學非常粗暴，就是4個字：射程霸權。在這套體系裡 ，AIM-120 追求的是在最遠端完成攔截。既然要飛得遠，推進端就要夠大。美軍靠着自身超強的預警機體系和資料鏈優勢，讓 F-16 或 F-35在幾百公里外就能掌握制空權。戰機只負責把飛彈推出去，剩下的交給後方的只管通勤網路做中繼引導。這種一力降十回的打法，建立在美軍絕對的體系碾壓之上，不跟你拼近距離纏鬥，就是在視距外用龐大的动能把你直接砸死。接下来看第二大派系，俄羅斯的 R77體系。直面數據上 ，R77的射程跟機动性看起來都非常嚇人，但如果我們切開這枚飛彈，從工業制造標準來看，它其實是气動力學與基礎工業妥協下的產物。R77外觀上最顯眼的特徵就是尾部那4片長得像蒼蠅拍一樣的柵欄翼。俄國人之所以用這種特殊尾翼，是因為他們在基礎電子零組件的微縮化技術上一直落後西方。飛彈內部的導引控制系統太笨重，導致飛彈的重心前移。為了在發射後維持高攻角的機動性，只能裝上這種阻力面積極大的柵欄翼來強行矯正姿態。但這引發了一個致命的空气動力學災難。當飛彈进入超音速突防階段時，這4片柵欄翼在空氣中產生的阻力大得驚人，加上俄系固體推进劑的技術瓶頸。R77在燃料燒完之後的滑翔階段，速度會掉得非常快，這就造成了一個實戰死局。當R77在末端遇上正在回避的高機動目標時，往往會因為動能提前耗盡，根本追不上敵機，只能眼睜睜看着目標逃脫。看懂了美軍的大力出奇蹟和俄軍的氣动妥協，我們再來看法國人交出的答卷。
法國的雲母恩基玩的是一套精密的端點平衡術，達索跟 MBDA 的工程師很清楚，紙面上的最大射程根本沒有意義。現代空戰的勝負取決於飛彈在逼近敵機的那最後幾秒鐘還有多少能量可以壓榨。為了解決這個痛點，雲母恩基使用了雙脈衝發動機。傳統的空對空飛彈，引擎點火後就是一口氣把燃料全燒光，把速度推到極速，然後靠慣性滑翔，敵機只要撐過那段急速期，就能靠機動性甩掉飛彈。但雲母恩基不這麼玩，它的引擎把固體燃料分成2節，飛彈發射後，第一節燃料先點火，把飛彈推送到目標空域，接着引擎直接熄火，飛彈進入無動力的低阻力滑翔狀態，直到飛彈逼近敵機，準備進入最後獵殺階段時，系統才會點燃第2節燃料。飛彈在末端瞬間獲得龐大的加速動能，直接死死鎖住敵機。這種把能量死死攥到最後一刻的能量管理技術，把雲母恩基的不可逃逸區擴展到了恐怖的地步。只要被它咬住，敵機根本沒有拖垮飛彈動能的機會。除了末端能量管理，雲母恩基還有第2項戰術底牌：一彈雙頭。法國人把飛彈的彈體做到完全統一，但尋標器可以隨時抽換。同一架標風戰機出任務，機翼下可以同時掛載主動雷達尋標器和紅外線尋標器2種版本的雲母恩基。這就賦予了法國戰機超強的戰術欺騙性。飛行員可以全程關閉戰機雷達，只靠紅外線感測器鎖敵，發現目標後直接打出紅外線版本的雲母飛彈。敵機的雷達警告接收器根本不會響起任何警報。當敵方飛行員肉眼看到飛彈的尾焰時，一切都來不及了。這種不拼紙面最大射程，而是追求末端絕對命中率和被動暗殺能力的法式哲學，讓它在複雜的電子戰環境裡成了一個讓所有對手都頭皮發麻的存在。那麼，既然這項技術如此致命，當它跳出歐洲，被投放到局勢高壓的南亞次大陸時，到底會掀起怎樣的風暴？為什麼印度空軍在見識過它的威力後，就算頂着龐大的後勤壓力，也要瘋狂加碼搶購這套法系武裝？當雲母恩基的末端能量管理和紅外線獵殺技術成型後，這項技術優勢最終要放到戰備地區去試驗。我們把鏡頭拉到南亞次大陸。過去這幾年，印度空軍在接收了首批36架標風戰機之後，可以說是徹底嘗到了法系作戰生態鏈的甜頭。就算印度國內的後勤補給體系已經因為機種太雜而亂成一團，印度軍方依然急迫地推動後續114架新型戰機的大型採購案，而且達索的標風戰機一直是呼聲最高的頭號黑馬。為什麼印度人對法國貨這麼着迷？這就要看看他們隔壁的死對頭巴基斯坦空軍最近到底幹了什麼。巴基斯坦今年正在進行一場規模龐大的空軍現代化換裝，他們不僅引進了配備主動相位陣地雷達的新銳戰機，還掛載了新一代的長城空對空飛彈。整個南亞次大陸的防空環境正在快速步入低雷達界面機，甚至周邊國家隨時可能引進逆蹤戰機的絕對高壓時代。面對這種步步緊逼的區域威脅，印度空軍發現雲母恩基正是他們最需要的戰術解藥。在克什米爾那種海拔超高、地形錯綜複雜的高山地帶，雷達波受到山脈遮蔽，產生嚴重的雜訊，後方預警機的視野支援往往會大打折扣。在這種電磁環境惡劣的空域，戰機往往必須靠自己單打獨鬥。這時候，雲母恩基紅外線版本的急察急用和被動感測能力，就成了印度空軍奪取超视距空戰優勢的底牌。假如衝突爆發，當巴基斯坦的敵機依靠地形掩護推進，以為自己還在安全距離外，機上的雷達警告接收器也完全沒有鳴叫，但印度的標風戰機早就透過機鼻的光電感測系統，在遠距離鎖定了對方的熱訊號，並且毫不猶豫地打出了紅外線版本的雲母恩基，配合雙脈衝發動機在末端點火爆發出的龐大動能，這種无聲暗殺的突擊戰術，專門克制那些企圖利用低雷達反射面積進行突防的戰機。法國人這套不按牌理出牌的端點平衡術，正好補足了印度空軍在面對周邊低訊號目標時的戰術缺口。不過，印度空軍瘋狂向法國下單，這背後的意義絕對不是一筆單純的戰術軍購案。如果我們把視角拉高，從整個國際軍務市場的宏觀格局來看，你會發現印度的選擇其實直接扯下了一塊遮羞布。在這場標風戰機狂銷的背後，有一個曾經的軍貿巨頭正在經歷一場慘痛的絞殺。說到國際高端戰機與先進彈藥市場，在過去幾十年裡有一套不成文的規矩。如果你不想買或者買不到美國的武器，那你的唯一選擇通常就是去敲俄羅斯的大门，買他們的侧尾家族，比如蘇30或者是蘇35。但現在，如果你去看埃及、印尼，甚至是一向是俄系武器最大的主顧印度，他們全都把几百億的國防預算瘋狂砸向法國的標風戰機與雲母飛彈。為什麼歐洲貨能一步步蚕食掉傳統俄系武器的出口份額？這根本不是什麼外交層面的喜好，而是非常現實的系統穩定性算賬。
買戰機不僅是買那個能飛的金屬殼，你買的是它背後的整套航電與火力網絡。我們前面解剖過，俄羅斯的27飛彈在空氣動力學上做出了妥協，加上俄羅斯在基礎半導體與電子加工工業上的先天短板，這就導致俄系戰機在實戰中常常出現一個讓前線指揮官非常崩潰的狀況。紙面數據看起來像個猛獸，但只要一掛彈上天，雷達的精度落差、飛彈尋標器的老舊，加上投彈率持續走低，整套防空系統經常在關鍵時刻掉漆出狀況。反觀法國的飆風戰機加雲母的組合，達索跟 MBDA 提供的是一套底層邏輯完全打通的防務生態系。從機鼻的主動相位陣列雷達發現目標，到戰術電腦處理數據，再到雲母 N 機發射後的末端能量管理，這整條鏈路上全是歐洲頂規的精密電子零件，系統兼容性極高，整體妥善率完全把俄軍戰機狠甩好幾條街。對於那些非西方陣營的買家來說，這筆賬非常好算。買美制武器要受制於華盛頓的政治綁架和資料鏈閹割，買俄制武器要忍受落後的電子戰能力和越來越不靠譜的後勤補給線。而法國這套閉環系統不僅完全不用看美國人的臉色，而且在硬體妥善率和末端紅外線暗殺技術上交出了實打實的成績單。這就導致俄羅斯在高端軍武市場上原本擁有的那一塊龐大的非西方陣營生存空間，正在被法國人利用更優越的系統穩定性與工業品質一口一口的無情吞噬。故事聊到這裡，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三大空戰流派。其實在現代戰爭中從來就沒有絕對無敵的神話武器，這三種飛彈路線也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他們擺在台面上的戰術性能說穿了全都是各自國家航空工業底蘊的直接折射。美國 AM-120 的射程霸權證明了美軍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戰術資料鏈、預警機體系以及深厚的財力基礎，他們有本錢去打一場體系碾壓的網絡戰。俄羅斯277的妥協設計反映了他們在基礎電子加工受限、飛彈重量無法壓縮的情況下，試圖用特殊的空氣動力學來強行補救的無奈現實。而法國的達索與 MBDA 則向全世界展示了另一種硬派的生存哲學。他們清楚自己沒有美軍那種無限的預算，所以不跟美軍拼絕對射程，而是把全部資源砸向末端的能量管理與尋標器的戰術欺騙。法國人靠着這套另起爐灶的系統證明了一件事：在超級大國壟斷的軍武市場之外，只要擁有扎實的精密加工能力和前瞻的工程設計，依然能打造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頂級防空生態鏈。這套不受制於人的底氣，正是法國能在國際高端軍火市場上殺出一條血路的真正原因。而各位觀眾，你更看好美軍那種超遠端雷達攔截的體系打法，還是法國這種把能量留到最後，靠紅外線暗殺的戰術更具致命性呢？好了，關於雲母 N 機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你認為未來的法國軍售能夠趕上美國嗎？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